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芳华。事情大条了，这个万圣节不只是孩子戴面具要糖，而是全球两个最强权的领导人川普与习近平要在韩国庆州面对面。外界称这场会晤是鬼节峰会，因为它鬼得离谱，凶得离奇。会前美国关系冰到极点，会中双方都在测试底线，而会外北京却突然冒出两个幽灵般的名字，秦刚复活了，傅小田却人间蒸发。你能想象吗？一边是习近平准备出访，要修补中美裂痕，另一边是曾被视为习近平外交门徒的秦刚，2年消失后突然被拍到现身北京。更诡异的是，与他紧密相连的凤凰卫视女主持傅小田至今下落不明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有人说这不是巧合，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招魂术。在鬼节峰会前夜，这两个幽灵般的名字正在重新回到权力叙事里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秦刚的复活是北京的外交信号，傅小田的失踪究竟藏了什么秘密？而这场川习会到底是破冰还是决裂前的最后一幕？今天我们就来拆解万圣节峰会背后的鬼影重重。2025年10月31号到11月1号，韩国庆州将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峰会，美国总统川普将与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双边会晤。巧合的是，这个日期正值西方万圣节，在中国网络上被戏称为鬼节。原本充满南瓜灯、糖果与假面舞会的节日，意外成为中美高层外交的舞台，为这一风险会晤蒙上了一层戏剧性色彩。据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·贝森特确认，尽管中美因稀土出口限制和关税威胁导致关系紧张，会晤计划未受影响。韩国《新京报》10月15号进一步的指出，川普一度威胁取消会晤，但最新消息显示，双方已恢复原定安排。这意味着，即便两国关系紧绷，中美仍选择在万圣节期间面对面沟通。这不仅是外交礼仪，更是一场心理与战略的双重博弈。从外界视角看，这次会晤不仅是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，更是一场政治心理与战略博弈。川普早在9月便通过社交平台公开表示，他期待与习近平进行坦率而直接的会面，向美国国内传递信号，即便全球局势复杂，他仍掌握中美关系主动权。对习近平而言，这也是一次信任测试，展示中共外交体系在国内权力暗流涌动下仍然稳健可控。网友戏称，这不仅是外交会晤，更像一场权力面具游戏。在万圣节，人们习惯揭开面具，直面恐惧，而中美在会议桌上也在试探底线，衡量策略。APEC 峰会议题涵盖稀土出口、关税政策和台海局势，每一项都可能牵动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。对外界而言，这场鬼节峰会是中美关系紧张局势的缩影，也是外交心理战的象征。在万圣节中美峰会前夕，北京传来一个令人诧异的信号。前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在消失2年后，被目击出现在首都的一场外交活动中，如鬼节般诡异。10月8号，网络疯传一张秦刚出席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模糊照片，背景板上写着2025年10月17号启号中心。秦刚身着深色西装，系红色条纹领带，神情平静，被认为是其复活传闻的首个视觉证据。早在消失前，秦刚就被视为习近平与彭丽媛政治提拔的核心人选之一。他的快速升迁，尤其在担任外交部长及后来的国务委员期间，被认为得益于高层对其政治忠诚与能力的认可。因此，当秦刚突然失踪免职，并被降至低级职务时，外界震惊，也引发大量关于内部权力斗争的猜测。评论员蔡胜坤曾透露，秦刚并未出事，而是按副部级待遇退休。他在社交媒体发帖称，傅小田就惨了，
不知道秘密判了多少年。9月27号，援助欧盟大使关成远的悼念仪式上，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确认，秦刚没有政治和经济问题，仅涉及情感纠葛，已安全退休。这一背景不仅揭示秦刚的政治根基，也显示出他在高层权力结构中的特殊位置。外媒分析认为，他的复活可能是一种政治软着陆，或为中美外交恢复铺路，也可能是内部权力信号的一部分。即便身处风暴，高层仍保留其回归的可能性。政治软着陆不仅是个人命运的修复，更是制度操作的一部分，反映出中共高层在外交与内部控制之间寻找平衡的策略。就在秦刚被目击的同月，川普与习近平的鬼节峰会宣布重启，时机之巧令外界无法不联想，秦刚曾是中美沟通的重要桥梁，如今他复活，是不是某种外交信号？是不是中方在为恢复对美对话铺设熟面孔？目前尚无确切信息，但从外交节奏来看，北京确实在悄悄调整其强硬路线，从战狼到稳狼。秦刚的再现或许正象征这种战略收缩。对美国而言，这场鬼节峰会也意味深长。一方面，川普希望在国内选举前展示他能掌控中美关系；另一方面，他深知中国经济放缓、内政不稳，正是谈判的最佳时机。而对习近平来说，这次出访更像是一场信任测试，他必须向世界展示北京的外交仍然稳定可控，即便幕后充满裂痕。秦刚的陨落受其婚外情丑闻影响。根据《金融时报》早前报道，秦刚与凤凰卫视知名主持人傅小田的婚外情是其下台主因。两人于2010年左右在伦敦相识，当时秦刚担任中国驻英使馆临时代办，傅小田刚从剑桥大学毕业，并加入凤凰卫视伦敦分社担任首席记者。关系在2018年底加深，尽管秦刚已婚并有一子。傅小田于2022年11月在美国通过代孕方式生下一子。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，这孩子是秦刚的亲生子，他曾在社交媒体上暗示这段关系。2023年3月，秦刚升任中共国务委员当日，他发布婴儿照片，配文胜利的结局，并强调孩子父亲不是美国人，计划携子返回中国。此外，在秦刚生日，他发文祝父亲生日快乐，称真正爱一个人不是希望他飞黄腾达。这些暗示被视为傅小田对秦刚升任后减少联系的不满回应，导致丑闻曝光。傅小田自2023年4月停止社交媒体更新，并于6月前后消失，疑似被调查。傅小田曾以凤凰卫视风云对话闻名，她采访过多位国际政要，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女主持之一。然而，自2023年4月11号最后一次公开社交媒体更新后，她便彻底消失，至今下落不明。这一事件与秦刚失踪及免职密切相关，引发全球媒体与情报机构的广泛关注。海外媒体报道称，他可能因涉及国家机密泄露而被拘留或软禁，也有传言称他可能是英国 MI6 特工，甚至被俄罗斯情报机构警告北京。2023年9月后，多家媒体证实他消失，并认为他可能被限制行动或隔离审查。据海外媒体透露，傅小田从美国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后，立即被中共当局带走。公众和社交媒体对傅小田的命运反应复杂，既有调侃也有担忧，如傅小田像彭帅一样被沉默， CCP 可能将他藏起来等评论不断的出现，但迄今没有确凿线索，多种可能性被分析，被拘留或软禁在中国，甚至间谍指控，但均未得到官方确认。傅小田这个名字在中国媒体圈几乎成了禁词，但他与秦刚的关系却让这位外交之花坠入深渊。
两人10多年前在伦敦相识，当时秦刚担任中共驻英使馆临时代办，傅小田刚从剑桥毕业，进入凤凰卫视伦敦分社，关系迅速升温。2018年后，傅频繁出现在秦刚的身边。2022年11月，傅小田在美国通过代孕方式生下一个男婴。要知道，代孕在中国是违法的。他没有公开承认，但社交动态几乎在自曝。在秦刚升任国务委员那天，他发婴儿照，配文胜利的结局。随后，所有动态戛然而止。2023年4月，他停更社交平台；6月，他彻底消失。至今没有人能确认他的去向，外媒普遍认为他可能被调查、限制行动，或者被迫离境，因而据称仍在美国。傅小田生于1983年重庆红色家庭，祖父母为老红军，他教育背景优秀，从北京语言大学、北大到剑桥丘吉尔学院，是体制与精英教育结合的典型代表。他聪明，能说会道，社交手腕高。在凤凰卫视，他凭与世界领袖对话，一度成为中国最国际化女主持之一。他曾花25万英镑捐赠剑桥大学，以自己名字命名傅小田花园。社交媒体上，他乘私人飞机，穿高级定妆，出入各国政要圈，是典型的中式女强人形象。傅小田消失后，连凤凰卫视也沉默。她的节目被下架，资料清空，一个曾能与总统对话的女人，仿佛从资料库里被删除。当川普与习近平在庆州握手的瞬间，秦刚的复活会不会隐藏着未知的政治雷区？傅小田的神秘消失还会持续多久？您能想象这场鬼节峰会背后究竟埋藏了多少惊天变局？他们之间又是否有着不可告人的关联？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